我叫叶芝，名字是早逝的娘取的。她说山里有种栀子花，命贱，好活，香气却霸道。我觉得我像野草，但我也想开花。陈磊家在县城边缘，一个带小院的平房，院墙斑驳，屋里堆着木料和工具，空气里有股松木香。屋子乱了点，以后慢慢收拾。陈磊搓着手，他个子不高，眉眼也平常，但手脚粗大。挺好的，宽敞。我轻声应道。他松了口气，从怀里摸出个东西递过来，是个崭新的塑料发卡，淡粉色，镶着几颗水钻。我愣住了，长这么大，除了娘留下的木簪，没人给我买过饰物。谢谢，我接过来，别在鬓边。他耳朵也红了，别开眼，你歇着，我去烧水。头一晚，我们睡在一张老旧的木床上，中间隔着一条无形的河。我睁着眼，看月光从窗户缝挤进来，听着身边男人逐渐平稳的鼾声。这里就是我的战场了。第二天，陈磊出门做工，我开始清扫，灰尘积了厚厚一层，我从灶台擦到地面，从窗户抹到门框。晌午时分，我在院子角落的废料堆里发现几个小玩意儿，一只歪着头的麻雀，一只肥猫，还有一朵木莲花。雕工有些粗糙，但形态抓得准，是陈磊雕的。我拿起木莲花，指尖拂过花瓣的纹路。下午，我揣着陈磊留下的几张毛票，去了趟最近的菜市，买了青菜，割了一小条五花肉。晚上，陈磊回来，站在门口愣了半天，这还是我家吗？地是净的，窗是亮的，破桌铺上了洗得发白的旧床单，上面摆着一盘清炒青菜，一碗红烧肉，还有2碗冒尖的米饭。肉香混着米饭的热气，直往人心里钻。他夹起一块肉，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动着，半晌没说话。再抬头时，眼圈有点红。我娘走后，家里再没这么干净过，也没人等我吃饭。叶芝，我陈磊能娶到你，是走了大运。我心里一酸，又有些长满，快吃吧，肉凉了腻。那一小碗肉，他吃了大半，却不停把瘦的往我碗里夹。夜里，他依旧规矩，但呼吸声离我近了些。几天后，我蒸了一锅菜包子，用洗净的旧饭盒装着，出门认门。走到巷子最深处，是唯一一栋2层小楼，开门的是个中年妇人，板着脸。我说是巷口新搬来的陈木匠家的，做了点包子。妇人脸色稍缓，正要走，屋里传来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。门帘一挑，一个穿着碎花孕妇裙的女人走出来，肚子已显怀。我们四目相对，叶芝、江晚星，她居然一眼就认出了我。我也认出了她，虽然比记忆里丰腴也憔悴了些。是你呀，快进来坐。江晚星眼睛亮了亮，拉着我进屋。堂屋摆着沙发、茶几，还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，但气氛莫名有些压抑。江晚星的婆婆坐在一旁，手里拿着鞋底。真巧，你也嫁到这儿了。江晚星给我倒水，手腕上有个细细的银镯子。嫁了陈木匠。木匠啊，也挺好。他笑了笑。你男人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我想起那个粉色发卡和昨晚夹到我碗里的瘦肉，那就好。他低头摸了摸肚子。女人啊，嫁对人太重要了。她婆婆忽然咳嗽一声，江晚星立刻噤声。我坐了会儿，起身告辞。江晚星让她婆婆装了一小袋苹果，硬塞给我。走在巷子里，我捏着那袋苹果。江晚星还是那么好看，有电视看，有苹果吃。可我觉得她好像没那么开心了。晚上，我跟陈磊说起江晚星，她男人是供销社的会计，是商品粮的，她婆婆是厉害角色。陈磊说嫁过去是享福，可听说规矩大，不自在。我把苹果洗了，递给他一个，心里那点因为见到故人而升起的微妙的比较慢慢沉淀下去。至少我的院子我可以做主，我的男人会因为我打扫了屋子，做了一碗肉，就红着眼眶说走了大运，这日子好像没那么糟。甚至当我摸到发间那个粉色发卡时，觉得有点轻盈的甜。院子收拾清爽后，我把从废料堆里捡来的那几个小木雕洗刷干净，摆在窗台上。阳光一照，木纹温润，陈磊瞧见了，挠头笑，瞎刻的不成样子。我觉得挺好，我拿起那只木麻雀，这个能卖钱吗？陈磊一愣，卖钱？这玩意儿谁要啊？赶集日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用旧床单缝了个包袱皮，把木雕还有陈磊以前练手做的几个光板木梳、木簪子一起包上。我跟你去集市看看。我对陈磊说，他熬不过我，把我捎到集市口。我找了个角落，把东西摆上，起初无人问津，直到一个牵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路过，小孩一眼看中了木麻雀。大姐，这个怎么卖？年轻母亲问。我心跳快了一拍，您看着给。年轻母亲掏出5毛钱，我赶紧接过钱，开张了。那天上午，我又卖出一把木梳，2根木簪，进账1块2毛钱。
中午陈磊过来找我，见我捏着一把毛票，眼睛瞪圆了，真卖出去了。我把钱给他看，你手艺好，咱以后可以多做点这个卖。陈磊看着我的笑脸，黝黑的脸上也泛起光，你真行，你说咋干就咋干。那天晚上我们头抵着头在油灯下盘算，他负责做，我负责卖，木料就用他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。梳子簪子太素了，得弄点花样。我拿着光秃秃的木簪笔画，刻朵花，缠点红线，刻花行，缠红线干啥？好看呀，结婚用的东西就得红或喜庆。陈磊眼神古怪的看我一眼，你咋知道结婚用啥？我脸一热。其实我是回忆江晚星当年回门时的穿戴，她发间就缠着红绳，我还跑去问了隔壁擅长绣花的刘婶，讨教了几句吉祥话，说干就干。陈磊连夜刻了几把带简单花纹的木梳，我把从供销社称来的红棉线仔细的编成同心结，系在书背上。再次赶集，我特意把摊位往卖结婚用品的区域挪了挪，梳子摆出来，红艳艳的同心结十分扎眼。果然，一对准备置办嫁妆的母女被吸引过来。那母亲被我说动了，最后1块钱成交，握着还带着体温的1块钱，我手心微微出汗，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我开始指挥陈磊，梳子要什么形状，簪子刻什么花，他手巧，几乎都能做出来。我们甚至开发了套装，1对梳子，2根簪子，加上几个喜庆小木雕，用红纸包了，卖3块5，一天下来有时能赚3、4块钱。晚上数钱成了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今天赚了3块8，这么多。昏黄的灯光下，陈磊看着我，眼睛亮得像星子。叶芝，你真是个宝。他凑过来，带着木头和汗水味道的气息，第一次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，我僵住了，脸瞬间烧起来，却没躲开。那层隔着我们的无形的河，好像在这一晚被悄悄拨动了。手里有了活钱，日子便有了盼头。我扯了几尺最便宜的棉布，给自己和陈磊各做了一身新衣裳。买了猪油，炼出1罐雪白的油渣，偶尔也敢割半斤肉，细细的做成臊子。我去探望过江晚星几次，她生了个女儿，取名朵朵。婆婆脸色不大好看，念叨丫头片子。江晚星抱着孩子，笑得有些勉强，人更瘦了。还是你好，自己说了算。她喂着孩子，低声说，我这天天就像坐牢。我心里发堵，把带来的几个新雕的生肖小木狗递给她，给朵朵玩。江晚星接过，眼圈一红。也就你还记得来看看我，我不知如何安慰。我越发珍惜我和陈磊这间能自由呼吸的小屋。生意做了小半年，我们在这一片集市算是有了点小名气。变故发生在一个寻常的赶集日，我的摊位前忽然冷清下来，对面的摊主朝我努努嘴，那边围着一小圈人，一个尖利的女生正在吆喝，喜庆木梳，吉祥簪子，便宜卖了啊，比别家便宜1半。我挤过去看，摊主是孙姐，住在我家斜对门的邻居。他摊上摆的东西让我血液瞬间冲上头顶，木梳、簪子，样式和我们的一模一样，连上面系的红线同心结都仿了个8、9不离10，只是做工粗糙，木料也差，价格却只有我们的1半。孙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挤到他摊前，声音发颤。孙姐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扬起下巴，我卖我的东西，怎么了？这大街是你家的？周围的人指指点点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那天我只卖出2把梳子，孙姐那边却人声鼎沸。收摊回家，我坐在屋里发呆。陈磊回来，听我说了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欺人太甚，我找他们去，你去能怎样？打一架，东西还是会被仿。我拉住他，委屈、愤怒，还有深深的无力。接下来几天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孙姐甚至把摊位挪到了我旁边，嘴里还不干不净。陈磊气得眼睛赤红，几次要冲过去，都被我死死拽住。打解决不了问题，我咬着唇，不能这么算了。又一个赶集日，孙姐照常吆喝的起劲。我和陈磊对视一眼，走了过去。孙姐，生意好啊？我开口，声音平静。孙姐警惕的看着我，她男人也站起来。孙姐，这木梳上的同心结是我娘教我的独门编法，寓意夫妻同命。你仿了样子，仿不了这节里的魂。用了这梳子，万一夫妻不和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周围的人一听，脸色都变了。孙姐脸色煞白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用了就知道。我放下梳子，看向他男人，还有孙大哥，你用泡了水的糟烂木料做梳子，卖给人梳头，就不怕人家断发秃头，找上门吗？你放屁！孙姐男人恼羞成怒，扬起手。陈磊一步挡在我身前，抓住他手腕，对方挣了2下没挣开，气焰矮了半截。
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对着围观的人提高声音：各位婶子大姐，我叶芝在这儿摆摊半年，东西好坏大家心里有杆秤。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我的东西贵有贵的道理，木料是干透的好料，雕工是实打实的手艺，吉祥节是老人传的诚心，想图便宜我不拦着，但想要个长久、安心、真能带来福气的好物件，我木匠陈的摊子永远在这儿。说完，我拉着陈磊回到自己摊位，挺直腰板坐下。孙姐那边再无人问津，她男人骂骂咧咧的收了摊走了。这一仗表面赢了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孙姐只是第一个。只要我的东西没有别人学不走的独一份，就永远会有张姐、王姐冒出来。那天收摊后，我没回家，去了县里唯一的新华书店，在角落里找到一本薄薄的民间图案集，标价8毛，我买了。又打听到文化馆有个看门兼打扫的韩老师，早年是画画的，我提了半斤鸡蛋糕上门求教。韩老师是个干瘦的老头，戴着断腿眼镜。你想学画？想学画花样子、鸟样子、吉祥的图样。我把那本民间图案集和几个我们做的木梳簪子拿出来，我想把好看的花样刻到这木头上去。韩老师拿起木梳，对着光看了看雕工，又翻翻那本书。你这女娃倒有点想法，学画可以，但我时间不多，只能抽空教你点基础，能学多少看你造化。谢谢老师，我深深鞠了一躬。我知道和孙姐的冲突只是界选之极，真正的出路在我自己手里。学画比我想象的难，手拿惯了锄头锅铲，捏起细细的铅笔却重4000斤。韩老师也不急，让我用清水在旧木板上练。于是陈磊做活的边角料成了我的练习板。灶前灯下，一有空我就拿着破毛笔蘸水，在木板上画直线，画圆圈，画那本图案集上最简单的云纹。水迹干了又画，画了又干，手指磨出茧，手腕酸的端不住碗。陈磊看着心疼，要不歇，咱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不行，我咬着牙，孙姐是走了，可这手艺太浅，别人看一眼就会，咱们得做点别人看一眼学不会的。韩老师偶尔来看，指点几句，慢慢的，我能画出像样的简单花纹了。我开始尝试把花纹组合画在纸上，让陈磊照着雕。第一件作品是一把琵琶形的木梳，书背上我画了一只斜出的梅花，陈磊花了整整1天才雕好，花瓣薄如蝉翼。我把它插在发髻边，揽镜自照，乌黑的发衬着深褐木色上几点寒梅，竟有种说不出的雅致，连陈磊都看呆了。赶集日，这把梅花梳簪标价2.5块，不少人被吸引，一问价格就啧舌。一把梳子卖这么贵，我不急不躁将它从发间取下，演示如何佩戴。这不是普通的梳子，您看这梅花是喜上眉梢的一头，既能梳头又能簪发，木料是香樟木，防虫，还有股淡淡的香。这雕工您满县城找不出第二份。一个穿着蓝色的确凉衬衫，看起来像文化人的姑娘，拿起梳簪细细端详。我要了，她爽快的付了钱，开张了，而且卖出了高价。我和陈磊大受鼓舞，我的设计更大胆了，荷叶造型的笔架、锦鲤跃龙门形状的镇纸，甚至设计了一套4季花卉主题的木簪。我们还尝试主题套装，比如新婚套，包含梳簪1对、镜架、首饰盒。虽然贵，但冲着那份独一无二的精美和好寓意，真有人买。孙姐之流彻底没了踪影，我们的东西他们仿不了，生意前所未有的好，有时一天能赚10几块。我们换了新棉被，买了暖水瓶，甚至攒钱托人弄了张自行车票，给陈磊买了辆永久牌28大杠。他骑着新车带我兜风，在县城并不宽敞的街道上，叮铃铃的车铃像快乐的歌。我搂着他的腰，风把头发吹到脸上。叶芝，咱的日子真像你说的，越过越有滋味了。这才刚开始呢，我也喊回去，心里是满满的笃定和希望。我依然定期去看江晚星，他脸色好了些，但眉间郁色未散。朵朵会走路了，我把新做的一个小路摇铃送给他，朵朵抱着不撒手。你手真巧，江晚星摩挲着小鹿光滑的脊背，不像我，好像除了吃和睡什么都不会。你带好朵朵就是最大的本事，我宽慰他，他苦笑没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低声说他要调走了，去市里，我们可能也要跟着去。我一怔，市里？那好啊，大城市机会更多，好吗？江晚星望着窗外，不过是换个地方坐牢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离开时，江晚星送我到门口，忽然拉住我的手，叶芝，你真厉害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很认真地说，我有时候想，如果我是你，会不会也能？他没说完，但我懂了。晚星，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，不管在哪，日子都是自己过的，心气别丢了。
他眼圈一红，重重点了点头。江晚星一家搬走那天是个蒙蒙亮的清晨，我蒸了一笼豆沙包，用干净笼布包了，等在巷口。一辆带棚的卡车停在她家楼下，她婆婆指挥着搬东西，她丈夫穿着崭新的中山装站在一旁。江晚星抱着朵朵，最后一个走出来，穿着我记忆里她最常穿的那件碎花裙子。看见我，她愣了一下，快步走过来，给你的，路上吃。我把温热的包子塞给她，谢谢。她接过去，指尖有些凉。朵朵拿着手里的小鹿摇铃，咿呀的笑，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了。她声音有些哽咽，肯定能见的，市里又不远，等我们生意做大了，说不定也去市里开个店。我笑着说，她也笑了，眼泪却掉下来。好，我等着，等你来市里开店，我第一个去捧场。她丈夫在车上催促，她抱了抱我，在我耳边飞快地说，叶芝要一直这么厉害，替我也替你自己。然后她转身抱着朵朵上了车，卡车发动，缓缓驶出巷子。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，心里那片曾因她而生的名为羡慕的土壤，不知不觉间已开出了属于自己的坚韧的花。我不再羡慕江晚星了。回到院子，陈磊正在打磨一批新做的书签，是我设计的竹节形状，刻着节节高的寓意。阳光洒在他专注的侧脸上。回来了，江会计家走了。我走过去，拿起一枚书签看了看，这批做的细，能卖上好价钱。那肯定，我媳妇儿设计的吗？他抬头咧开嘴笑。日子水一样流淌，我们的木匠陈手工艺品在县城有了小小的名气。我们租下了隔壁空着的一间稍大的屋子，一半做工房，一半做陈列。虽然还算不上店，但总算有了个固定的门面。我跟着韩老师断断续续学了1年多，已能独立设计不少复杂花样。韩老师说我有灵气，肯吃苦，把他压箱底的几本老画谱都借给了我。夏天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怀了身子，陈磊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抢着干所有活。晚上，他趴在我尚且平坦的小腹上听，媳妇儿，你说是小子还是闺女？都好。我摸着他的短发，要是闺女，得像你，又好看又聪明又能干。他嘟囔着。我们开始憧憬未来。深秋，我收到了江晚星从市里寄来的信，信很厚，他说在市里安顿下来了，住的是单位筒子楼。朵朵上了街道的托儿所，她婆婆依旧唠叨，但稍微收敛了些，她丈夫工作忙。信的最后，她写，叶芝，我现在在街道的绣花社帮忙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是我自己挣的。我第一次拿着自己挣的工资去给朵朵买糖时，哭了。我终于有点明白，你当年捏着第一笔卖木雕的钱时是什么心情了。你说的对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心气不能丢。虽然我起步比你晚太多，但我想试试。谢谢你，叶芝，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着。信纸有些皱，我反复读着最后几行，眼前模糊一片。我把信给陈磊看，他识字不多，我念给他听。念完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他也不容易，你能拉他一把，真好。不是我拉他，是他自己心里那团火还没灭。我小心的把信折好，收进陪嫁来的小木匣里。天气转凉，我的肚子也像吹气一样鼓了起来。韩老师听说我怀孕，特意送来一小袋他老家产的红枣，补气血。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，得攒足劲儿。老头眼神慈和了许多。老师，等我生了，孩子认您做干爷爷吧。我突发奇想。韩老师一愣，推了推断腿眼镜，低低嗯了一声，背着手走了。年底，我们的小店第一次正经的做了年终盘点，除去所有开销，净赚了将近500块。厚厚一沓大团结，用橡皮筋扎着，放在我们俩面前。陈磊的手有点抖，500块我爹干一辈子木匠也没攒下这么多。我摸着肚子，里面的小家伙轻轻踢了我一脚。这钱留一部分生孩子用，剩下的我想开春后把这院子临街的那面墙打通，开个真正的窗户，挂上招牌，就叫织雷手作，好不好？织雷手作，陈磊念叨着，眼睛越来越亮，好听，就叫这个。除夕夜，我们贴了对联，挂了红灯，我做了4个菜，有鱼有肉，我们俩对着满桌饭菜，举起倒了糖水的杯子，祝我们。陈磊看着我，郑重地说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孩子平安健康，咱们的织雷手作早日开张。祝我们。我接上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也看着窗台上那盆我养了1年的野栀子，永远有尽头，永远有奔头，永远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窗外零星响起鞭炮声，新的一年就要来了。我知道前路还长，还会有风雨，有坎坷，但我不怕了，因为我终于相信，我这一株从石缝里挣扎出来的野草，终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深的根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
而我的春天才刚刚开始。